男子参加同学聚会竟被下药，所幸在药效发作后提前离场，躲过一劫。近日，湖南娄底市警方成功摧毁一个利用下药设赌局诈骗的犯罪团伙，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。2025年11月，警方接到受害人张某报警，称其在参加同学林某组织的聚会后，出现神志不清等异常症状。经查，林某、黄某等5人密谋通过组局杀猪方式牟利，在宴请过程中轮番劝酒，趁张某不备，将含有冰毒的酒水让张某饮用，本想在其意识模糊后，通过赌局出签实施诈骗。所幸张某药效发作后提前离场，骗局未能得逞。今年2月，团伙成员被警方一网打尽，目前5名嫌疑人均被依法刑事拘留。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？如果你辛辛苦苦在外地搬了1年的砖，好不容易揣着几万块血汗钱回老家过年，结果你当年睡在上铺的兄弟笑眯眯地给你递过来一杯酒，里面兑的却是能让你倾家荡产的科技狠活，这是一种什么体验？这不是电影桥段，这是刚刚发生在湖南娄底的真实魔幻事件。一个叫老张的打工人去赴老同学的饭局，本以为是忆苦思甜，结果喝了几口直接手脚发软，神志不清。万幸他当时留了个心眼，拼死拼活找借口逃离了现场，报了警。警察一查血液，好家伙，直接检出了极度危险的不明成分，顺藤摸瓜一断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老同学叙旧，这就是一个5人团队精心策划的年关定制套路。他们在酒里加料，就是为了等老张脑子发懵的时候，把他按在牌桌上出签，把他这一整年的骨血吸得一干二净。看到这个新闻，我真的要起立鼓掌了，不得不佩服，这底层互害的镰刀现在都装上高科技芯片了，割你韭菜之前还得先给你来个物理断电。今天咱们就来彻底爬一爬，这种披着温情脉脉外衣的老乡聚会，到底藏着一套怎样令人发指的收割逻辑？很多人在评论区里说，这也太夸张了，熟人怎么下得去手？你连最基本的逻辑陷阱都掉进去了，你以为害你的都是陌生人？大错特错，陌生人大多没有机会，也没有资格害你，因为大部分陌生人连你的联系方式都没有，他更不知道你今年在外面到底赚了多少钱。在这个荒诞的草台班子里，真正能把你连皮带骨吞下去的，往往就是你通讯录里那些平时不怎么联系，一到年底就突然对你热情似火的所谓亲戚朋友。这帮人平时在村里在县城里游手好闲，大半年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他们天天开着好车，抽着好烟，出入各种高档消费场所，你以为他们是做大生意发财了？错，他们是一群潜伏在暗处的食腐动物，1年360天他们都在磨刀，就等着年底这几天把你们这些在外地辛辛苦苦做牛做马，刚发了年终奖拿了血汗钱的完美韭菜挨个收割。他们盯上你不是因为什么兄弟情深，而是因为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台行走的提款机。我们来拆解一下他们这套吃人的系统操作。第一步叫什么？叫做服从性测试和道德绑架。他们借着同学聚会的名义把你叫出来，一上桌就是感情深一口闷，你不喝就是不给面子，你不喝就是看不起老同学。大家细品一下这背后的逻辑，这哪里是劝酒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针对你个人意志的精神 PUA。他们用老家那种畸形的酒桌文化和面子观念，强行剥夺你的拒绝权。为什么要让你觉得抹不开面子？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，就是一种让人丧失自我的服从教育。一个死要面子不敢说不的人，是最容易被拿捏的。当你为了所谓的合群咽下第一杯酒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交出了保护自己的底线，这本质上是剥削体系在基层的自我防御机制。第二步就是降维打击，像湖南娄底这个案子更是丧心病狂，直接上物理手段，无色无味的那种断片液体往杯子里一滴，10几分钟后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做局了，这是赤裸裸的暗算和对人身安全的降维打击。他们不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吗？他们太知道了，但为什么还要这么干？因为利润太高了，而且作案成本太低了。这就是底层互害的终极形态，大家都在泥沼里挣扎，有人拼命往上爬，有人就专门躲在泥里扯你的后腿。然后第3步无缝衔接，把你架到牌桌上，一开始绝对是让你赢，让你觉得今天运气爆棚，财神爷附体。这是所有做局者最核心的心理学陷阱，人家最懂人性了。想抓住猎物，必须先让猎物尝到甜头，放松警惕，等你的贪婪被彻底激发出来，等你的理智被特殊成分和酒精彻底摧毁，他们就开始收网了。旁边的气氛组开始疯狂起哄，你的筹码越下越大，直到你输光口袋里的最后1分钱，甚至还要逼着你打下高额的欠条。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剥削合理化，用兄弟娱乐的外衣掩盖他们掠夺的本质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们普通人，我们这些底层牛马所面临的真实处境。你在外面给老板当孙子，风里来雨里去送外卖，在流水线上把螺丝拧出火星子，一年到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老母亲连买件几10块钱的衣服都嫌贵。结果呢，一回到所谓的温暖老家，
就被这帮满口仁义道德的好兄弟一夜之间洗劫一空，这是何等的悲哀和荒谬！更让人绝望的是什么？是你被坑了之后，连维权都难如登天。有人说被骗了就找帽子叔叔啊，你太天真了。这帮人早就把规则的空子钻透了，你只要上了这张桌子，这就叫参与了不良博弈行为。你去报案是吧？哪怕把这帮人抓了，你输掉的那些钱，那叫涉案资金，是要被全部依法处理的，而且你自己还得背上一个治安处罚。你想靠这种方式把钱完好无损的拿回来，在现行的规则体系下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你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一年白干不说，还得自己留了个记录。这帮吸血鬼就是吃准了你不敢声张，吃准了你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，所以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偶然事件，这是每年春节前后，在全中国各地无数个县城和农村疯狂上演的常态化悲剧。我们每天都在听各种宏大叙事的赞歌，可是镜头一转落到普通个体的头上，就是大哥辛苦打工一年，大年初二被发小叫去娱乐，一晚上输掉5万块，孩子的学费和家里的口粮瞬间灰飞烟灭。还有个网友的舅舅在外漂泊几十年，攒了10几万，本打算买辆货车好好经营下半生，结果在村里被亲戚拉着玩2把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现在只能在老家当保安，每个月拿2000块钱熬日子。这不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在摧毁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所有念想和希望。也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戚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都能毫不犹豫地把你当成待宰的羊，更何况是那些只在一起上过几年学，早就10几年不联系的所谓同学。在这个一切向前看的时代，你跟他们谈同窗之谊，他们只关心你卡里有几个大不溜。这就是赤裸裸的社会现实。我们在外面拼命挣钱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父母老有所依，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绝对不是为了给这帮别面熟悉的败类当提款机的。大家必须要明白一个常识，真正的兄弟，真正的同学情，是平时各自安好，于是雪中送炭，绝对不是在饭桌上变着法子灌你酒，绝对不是拼命拉你上牌桌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无缘无故的热情，所有突然升温的亲近背后都标好了昂贵的价格。人家在村里喝着好茶，嗑着瓜子，研究的是怎么用最体面的方式把你的钱据为己有，而你还在傻乎乎的跟人家讲义气，这不是可悲是什么？今天这期视频不是为了去改变那些装睡的人，我也没指望能消灭这些藏在暗处的毒瘤，我只是想告诉屏幕前的所有普通打工人，在这场魔幻的生存游戏里，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常识和清醒的大脑。不要去贪图什么衣锦还乡的虚荣，不要去迎合什么病态的酒桌规矩，面子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。别人给你递过来的不明饮料坚决不碰，一听要组局赶紧找借口开溜。学会拒绝是你保护自己不被生吞活剥的第一道防线。如果你连保护自己血汗钱的勇气都没有，那你就活该被这个草台班子淘汰。在这个荒谬的环境里保持独立思考，不被宏大虚伪的感情叙事裹挟，守住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常识和底线，就是我们最后的体面。别让你的善良和念旧成为别人刺向你心脏的刀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句，在这个熟人比陌生人更可怕的年代，在这个满嘴兄弟情深实则背后算计的现实里，下次再收到那种莫名其妙的聚会邀请，你还敢毫无防备的去赴约吗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真实经历，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世间到底还有多少套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吧，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